中国新年放假期间出现一个反常现象，就是很多地方出现人们提前返回工作岗位。而人们之所以这样做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作岗位竞争激烈。春节一过，又到了这帮打工人进城务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还像往年那样369往外走？有的初9走，有的初6走，甚至最早的初3就开始往外走。假期有时候还没结束，又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老婆、孩子，着急忙慌的又要去重新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现在作为中年人，尤其是很多中年打工人，最尴尬的是回不去的农村，待不下的城市。这边无工可打，那边不愿种地，这边待不住的故乡，那边去不了的外乡。农村可以待，充满荒凉，没啥可干；城市倒是充满希望，但是却没有你可待的地方。现在很多中国人也不得不正视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失业。一名离婚又失业的36岁女士表示，失业到现在，感觉自己快熬不住了。我感觉我现在真的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突破不了我现在一个现状，对什么事情也不感兴趣。房租的压迫和一日三餐的困扰，让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焦虑。看着每天自己的钱包一点一点的少，我真的不知道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去要钱，因为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已经很久没有上班了，就是不想给他们徒增烦恼，让他们干着急。这无形当中也会给自己形成一种压力。我已经失业7个月了，我今年7月马上就要30岁了，现在没有存款，没有房，没有车。我是16年从美国波士顿大学电影电视专业毕业的，8月到现在已经是将近7个月的时间了，我已经7个月没有一份正式的有五险一金的工作。84年41岁，失业1年半了，今天又去面试2家公司，都被拒了，原因是因为年龄太大了。打开招聘软件，外卖、快递、家政、保安、滴滴，一直在给我推这些工作。多少人年后跟爸妈说出去上班，其实是出去找工作，甚至根本没有面试邀请，整天躺在出租房里。我不知道现在失业者的人焦虑吗？而我因为公司突然倒闭而失业，社保也断了1年多，去年找工作至今沟通了快8000家公司了。本来年前一想到还失业者就可以用快过年了，也没啥好工作，年后再看等等，逃避式的自我安慰。现在过年结束了，反而焦虑上了，不知道自己接下去该怎么打算。想起去年我也跟好多人一样，漫无目的的出门，住了近30多家宾馆，聊了近200多个人士。其实有时候明明没有约到任何面试，却不得不出去，因为在家你要承受来自父母巨大的精神压力。慢慢的，我开始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的角落，我喜欢开灯，有时候明知道大半夜不会有啥人事的消息，我也习惯性的打开招聘软件，直到凌晨3点多。经常会有人跟你说随便找一个过渡一下，可是这些人不知道的是，一个行业一个圈，过渡者可能就永远踏不出那个圈了。也会有人说你肯定是眼高手低，但不要被旁人的眼光和言语影响自己的步伐，因为没经历过的人没法感同身受，但自己要相信总会过去。就连中国一线大城市上海，失业也是很严重的。兄弟们，在上海失业了，兄弟们，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推荐一下呀？太难了，今年太难了，都快吃不上饭了，兄弟们。硕士学历到现在失业40天，依然还没有找到工作想跟大家聊一下上海最近的就业环境，真的确实有点差，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投了几百份的简历，到现在呢只面过3次。上海今年有多少人失业你知道吗？现在的就业环境真的好差，好多人上午还在办公室，下午就团队解散被裁员。主要原因呢还是经济效益不好，单位工作2年多，老板现在没钱给结工资了，告也告了，最后呢只拿到40%的工资，现在呢被迫回老家了。很多人在失业以后都选择跑外卖，暂时来过渡一下，而外卖员中也不乏昔日的办公室白领们。学历是本科，上一份工作是坐办公室的，裸辞之后才进行的外卖工作。当晚的话，你一天能跑多少时长？顺利的话就14、15个小时起步，不顺利的话17、18个小时才能跑到100。但现在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严重恶化，就连外卖也不好做了。没找到工作的，你先不要来上海了，找到了工作再来，因为你来了之后不会是以前那样，找不到工作你可以先去送外卖。现在马路边上，就我们这地铁口楼下，中午那路边上坐了20多个外卖员，都没有单子，
没有活干。去年我朋友他去送外卖，过渡一下的时候，一天还能跑个200块钱呢。就照现在这中午这单量，一天我感觉他们跑100都难。中国的失业率严重程度显而易见，而这名女博主预测说，大部分中国人的经济撑不过2025年。我说句实话，可能很多人是不愿意听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啊，其实大概率的是挺不过2025年的。那主要还是因为市面上的活钱呢太少了，因为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大的企业都是在大面积的裁员，那小的企业呢，资金链又都断了，商家呢货物在积压又卖不出去，普通人的工作呢又很难找，收入呢又在降低，活钱现在变得真的是越来越少了。那生意难做了呢，日子肯定就难过。那些本就在维持、坚持的这些小企业，更是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这到底是一时的困境，还是未来的一个常态呢？我们大家能撑过去吗？这番话也说出很多人对未来的担忧和充满不确定性。中共虽然很难拿出行之有效的政策解决民众的就业问题，但馊主意依然是不断。2025年要开始卷农村了啊！不是年前的时候，我们那个商会，然后县政府那边过来人了，说让我们这个回乡创业、投资。然后过年回家呢，我们村支书那边也在统计这个事儿，就是只要村里面在外边这个做买卖的，然后都统计一下。现在这个政策就是振兴乡村啊，鼓励年轻人回乡创业。因为你在城市现在你看啊，做生意的我看啊，95%都是亏损的，极少数你做买卖能挣钱，你知道吧？大多数人都是在亏损，就是城市现在已经卷不动了。可是回村干啥呀？看来中共鼓励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花言巧语已经很难骗到普通老百姓了。在就业压力之下，那些买了房子每个月要付房贷的人真的是苦不堪言。我恭喜那些还没有买房的人，因为你们成功的避过了一个大坑，超级无敌巨无大的一个坑。我是去年买的房子，差不多到现在已经亏了50几万了，每个月要还6000的房贷，还没算上利息。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以前人家说的，你每个月打的工其实是给银行打工，每个月10号我的银行卡里面就会被自动划走6000块钱，我非常的心痛，这是我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但是现在被划走了，非常的难受，不想经历这种东西。一开始买房其实也是蛮冲动的，因为之前的时候一直都是租房子，我就想有一个自己的小屋，我可以有个容身之地，我自己会过得比较自在一些。但是发现还是租房子好一点，因为真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整整6000块钱，我一个月12000的工资，我要划走1万给银行，我真的非常的生气。而且最主要的是它跌了50万，还没算上利息，如果算上利息的话那就跌得更多了。所以如果你不是为了结婚或者说什么之类的，我们普通人千万不要买房，真的千万不要买房，太恐怖了。在民众感到就业压力极大情况之下，中共却热烘烘地推出了貌似高科技的措施，来抢夺百姓本来就不多的就业机会。如果你问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会毫不犹豫地扎心地告诉你，这是一个淘汰穷人的时代。有人说打工潮将在2026年结束，未来可能连打工都要成为过去式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就在去年年底，格力实现了黑灯工厂，原来需要上万人的工作，现在只需要1000多人。广州一家原本需要100人的工厂，装备了机器人后，只需要2个车间的管理者。理想汽车的无人车间一天能制造出1800辆汽车，滴滴也宣布将在2025年大量生产无人车。而这还只是个开始，无人酒店、无人超市、无人停车场，甚至无人球场，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正在迅速的扩展。不久前，工信部发布通知说，我国的隐形机器人将在2025年实现量产，并全面进入市场。据估计，这些机器人的用工成本仅相当于人的 0.5%， 比雇人工划算得多。然而，普通人需要面对的还不仅仅只有这些。多多买菜取代了菜市场的大爷大妈，智能 AI 抢走了白领的工作，无人驾驶取代了网约车司机，头部网红打击了千家万户的门店收入。尽管中国民众生存的十分艰难，但2025年的中国春晚上依然是耗费民脂民膏搞出来所谓的盛世联欢，在那里看不到一丝中国百姓的民生疾苦，而这也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推崇和用来给百姓洗脑的。只是现在的中国人在苦难的冲击之下，更愿意相信自己生活中的真实经历，而北京当局这套洗脑术也是越来越不灵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您订阅、点赞，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